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变形战士》美版。我为什么要强调美版呢？因为这款游戏的美版对玩家十分的不友好。前两天给大家录制了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罪恶战士》，里面的血量是用数字来表示的。那本作的血量表示方式和《罪恶战士》如出一辙，并且同样的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你的血量也会不断的损失。另外，美版还有两个地方对玩家特别不友好。首先就是关卡的难度方面，日版的第5关只有1个 BOSS。但是美版咱们要打5个 BOSS， 另外还有日版的话，投币咱们是有2条命的，但是美版只有1条，所以美版的难度上升了，真的不止1星半点。而且这款游戏大家也能够看出来，它主要面对的就是美版的用户。游戏的画风有很浓郁的美式卡通风格，流程一共是6关，中间有2个奖励关。相对来说，美版比日版的流程更长。但是，一般玩家玩美版的时候都比较追求效率，毕竟你的血量在不断的流失。这里是第1关，4秒一击。这个 BOSS 是恶魔山羊，毕竟是第1个 BOSS， 难度不高。这种小偷会给咱们很多的补给。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雅典娜的神像，人形的状态捡到雅典娜的神像，会变成兽化状态。兽化状态如果再次捡到，会发动全屏的强力攻击。其他的道具就是一些恢复型的了。恢复道具有2种，一种是回复咱们的血量，这个很重要，是续命的；另外一种是恢复咱们血量下方的能量条。这个能量如果被打空的话，人物又会变成普通的人形形态。第2关来到了火山采石场。为什么雅典娜的神像这么重要呢？因为主人公4个人就是被雅典娜唤醒的，为了对抗苏醒的暗黑霸主。游戏的剧情很简单，科乐美制作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的时候，剧情都不复杂。可能制作组一直秉承着一个理念：打架不需要理由啊。好多的神像，这样我可以发动好多次的全屏攻击。我使用这个角色叫做斑。它变成的野兽是公牛，但小的时候，我很多小伙伴一直觉得这是驴，当然了，也包括我呀，因为它的倒地攻击就是上去用蹄子踢呀。后来看了几期《动物世界》，又觉得这是角马。不过官方的设定真的是公牛。另外3个角色分别是可以变成白狼的克劳德，变成黑豹的马克思，
以及变成棕熊的意外。游戏当中最重要的攻击动作就是倒地追加，不只是打普通的杂兵好用，打 BOSS 也好用。第2关的 BOSS 火鸟，我选择这个角色抓人的时候，这个攻击动作有点迷呀。大家注意他捏的位置，看起来伤害就比别人高啊！一发 AB 带走。火鸟的这个旋风我始终是不会躲，所以每次他过来我都是 AB。血量121，这个血量大家不要抱有什么期望。咱们开场的时候是100，越到后面的关卡你就越少。之前玩的罪恶战士，后面的关卡还能恢复回来，但是这款游戏到了中后期，你就很难保持100以上了。即使你不挨打，游戏单纯的时间流逝就能把你的血量压制得死死的。这里是打了一个奖励关，而且这款游戏是有2周目的。如果你能够打通关的话，接下来就又从第1关开始。想要保持血量的话，当然也有一些窍门。什么窍门呢？就是投币呀。你想想，你不充值能变强吗？这款游戏日版大家还可以合作一下，但是美版的话，我建议还是一个人玩，因为单打的话是你自己的血量在不断的损失，但双打的话就是2个人的血量在不断的损失啊，一起倒计时。这家伙恐怕就是本关的 BOSS。但现在它是一个巨大化的形态，我应该珍惜现在的时光。我的血量还保持在100以上。注意地面的坑，咱们也是可以走下去的。我小的时候玩这款游戏，机台就是一个美版，而且老板把难度调得很高，好像调各种街机游戏的难度是当年这些老板的必修课，一般都会给咱们调一个8级难度。BOSS 战了。这个 BOSS 是水晶机器人，也叫做机械守护者。场景的背景能够看到摩艾军，这是科乐美自家的吉祥物。大家注意我捏的机器人这个位置，它是机器人啊，这招恐怕造成不了多高的伤害。被砸了一下。我记得日版好像是能够见到 BOSS 的血量，
但是美版你只能通过 BOSS 闪光的激烈程度来判断它还有多少血量。93，过关之后给的这点时间根本不够捡东西。第4关魔域森林，本关也出现了新的敌人，就是这种蛙人。咱们平 A Y 轴的控制范围还是比较大的，利用这个特性打最终 BOSS 比较简单。这种树根怪让我想起了《战斧后传》。《战斧后传》是有分支路线的，有的分支是见不到这种怪物。游戏的节奏还是很快的，这个节奏快包括2个方面吧，除了游戏本身之外，玩家的打法也更加偏重追求效率。这2个家伙其实就是本关的 BOSS， 但是这里只是跟他们2个交手一下，互相试探。后面这2个家伙会合体，跑了。这个地方会先出来2个滚石，然后再出小怪。这里注意离他们远一点，然后再平 A， 不然这种杂兵起身的时候有可能会出手攻击。这款游戏之前我录制过日版，录制日版的时候使用的应该是熊。其实还是日版玩起来舒服。刚才捡的这3个道具作用只是加分啊。我的能量现在比较紧张了，见点的话又会变成人类的形态。再次捡到一个雅典娜的神像，能够变回来。这个角色向后投掷这一下扔的还是太远太高了，很难砸到人。我感觉这个能量自己也在往下走，非常不巧，打 BOSS 了。这个 BOSS 是双头独眼巨人。刚才那个神像如果留着的话，可以再变身一下，但后面还会再给。所以我还是追求了一下输出。这个家伙难度还是比较高的，打他的话就是离他远一点，等他砸你这一下倒地之后，然后咱们再进行追打，不然他是会抓人的，而且抓的距离也比较远。除了保持距离的打法之外，还有一种打法
就是平着走过去，给他一个跳跃攻击。如果他被打倒了，那是最好；如果没打倒，迅速的往他身后走，然后再对他进行平 A。但这种打法要冒一定风险，你走过去有可能还没跳起来呢，就已经被抓了。另一个打法也给大家演示一下，就是这样。这个套路一旦成功，输出还是比较高的。最后是一个大招带走。游戏的 BOSS 里边，这个家伙还是比较难打的。这两个小怪合体之后，确实是1+1大于2的。那好吧，这款游戏的流程还是比较长，今天时间也差不多，就先给大家录制到这里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